Hello，大家，我是 Joy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接续来法国观察日记第2弹。那承上回呢，我上次有讲到地铁的大小事嘛，我这次要再更多的补充一些地铁的事情。法国地铁这边呢，他们还保有车长广播的这个文化，就是说你有时候会听见车长说：“各位乘客，现在那个 pickpocket 就是小偷进站了，请大家注意。”然后你知道，顿时大家听到这个，然后就是大家都在那边，就是你知道大家都在互相怀疑彼此嘛。那个时候，那一秒虽然让我们很错愕，可是也让我同时觉得很好笑。要不然就是说，有的时候车子突然停驶，车长好像会讲一些就是幽默的笑话，然后我看大家在笑，然后我自己是听不懂啊。因为在巴黎的地铁它很旧，它好像也没有想要更新的意思，所以它地铁有时候这样过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它那个整个车厢的灯会暗掉个3秒钟，然后之后再回来。那我那个时候刚好在看那个某一天面门来到我家门前，是一个韩剧。那它里面就有说到，他在地铁里面的时候，当那个地铁的灯关掉，然后在暗道的时候，他看的同一个方向，灭亡就在那边。反正就是很像就是 K drama 里面的剧情会出现的场景。那还有一点我比较有注意到，就是说他这边呢，不像我们台湾会被道德绑架。什么是道德绑架？道德绑架就是说，大众觉得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，你好像就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。就是我自己就我长这么大为止的理解啦。在台湾就是感觉说，一个长者上来了，然后他就在你面前，那大家就会看着你想说，你怎么没有让给那位老人呢？这个情况在台湾，可是在法国呢，就算你没有让位给老人家，你也是不会怎么样的。但还是会有人就是主动让位给老人家，可是我是觉得那是出于自己就是的爱心，而不是说你是因为大家对你的看法，所以你才让位给那个老人的。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差别，就是在台湾你会觉得，因为大家对我的看法，感觉我不让位，好像我就是坏人，所以我让位了。可是在法国就是因为我真的想要让位给这个老人家，他看起来好像很不舒服，很需要座位，所以我让位给他的这个小的差别。所以呢，在法国基于人不太会让位的情况下面，他们都会自己主动的表达他们各自的需求。就像我曾经遇过一个孕妇跟我说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现在肚子有点大，可以让位给我吗？对，我那时候就是没有让位，怎么样？就是请不要道德绑架我。那上一回有说到，你去一个国家至少要说你好、谢谢、不好意思、对不起嘛，对不对？那这4个用法语说呢，就是bonjour、merci、excuse-moi 或 pardon，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désolé。如何1秒变法国人？就是当你在说完 merci 的时候，你在后面再加一个 c'est gentil。c'est gentil 的就是说你人真好。就是我看见他们当地真的很多人就是在说完谢谢之后都会加这句，就是 Merci c'est gentil， 就会觉得突然变成当地人的感觉。那就这一年以来，我有观察到说，法国的北部和南部，他们其实在回答不客气的时候，会有2种不同的说法。你会在法国的南部听到比较多是 avec plaisir， 那北部就会说 de rien 或是 je vous en prie。那来法国旅游玩或是留学，反正你来法国的人或是来欧洲人，一定都很想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厕所到底哪里有免费的。我这次就来告诉你们，免费的厕所，第一个在咖喱拉法耶的百货公司有免费的。第二个在捷运有一些站有，可是你要有 Navigo 的票证，你才可以刷进去。那第3个呢，就是在公园旁边一定会有一个大众公共厕所，可是就个人来说，其实是没有到很干净的，就看你了。如果你真的很急的话，我是觉得你也可以去那边。那要不然就是说，你就去餐厅或是咖啡厅问一下，说可不可以借我个厕所？我是觉得用法文问一下比较好，就是 Puis-je utiliser les toilettes？ 对，要不然你就是买个东西，使用者付费嘛，你就可以用他们里面的厕所了。好，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